影片開始之前，請先幫我點個讚啦！看完影片有喜歡可以幫我訂閱、開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哦。影片中介紹的景點跟餐廳連結都幫大家準備好放在資訊欄嘍。安妞大家，我是雙人徐，歡迎回到我的頻道。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了首爾三大市場之一的望遠市場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自由行非常適合來探索的南大門市场。南大門市场在地鐵會賢站，出站就到，交通非常方便，地理位置非常靠近明洞以及首爾站。南大門市场其實已經有超過600年的歷史，從1414年一路存在到現在，是韓國最老也是規模最大的傳統市場之一。這邊跟你想象的觀光夜市不太一樣，它比較像韓國人的日常菜市場，從服飾、生活雜貨通通都有，超級生活感的。但重點來了，這邊其實是一個隱藏版的美食天堂，各種小吃、老店，甚至一整條的美食街，全部擠在巷子裡，邊走邊吃，真的會停不下來。卡美谷手工包子是南大門市場裡面很有名的排隊名店，有40年的歷史，在 Naver 有評價4.4分，只要有路過，一定會被它蒸汽狂冒的現場給吸引過來。重點是他們的包子都是現場手工現包，旁邊直接可以看到一直在捏，出來都是剛蒸好的熱騰騰的樣子。他們的口味很簡單，就是2個，原味跟泡菜，但基本上大家都是直接各來一份。它的肉餡不是那種乾乾的，是豬肉加蔬菜一起拌，咬下去是很多汁很濕潤的那一種，外皮很厲害，是厚但是是 Q 的口感，不會爛，反而是越嚼越香。但最有記憶點的是泡菜口味，辣度不會太重，是那種微辣酸香很開胃，會越吃越下嘴的那種。我們來試試看原味。我馬上咬到的其實是比較多的是冬粉的感覺，肉包的內餡蠻香的，肉汁的味道蠻重的，蔥味也蠻重的哦，餅皮偏 Q 的面筋的那一種。吃看看泡菜的感覺，泡菜蠻厲害。我們看人家都是一盒一盒在買，咬下去的第一口都會噴汁哦。泡菜的味道蠻香的，不是會太辣的泡菜，會有泡菜的香氣跟泡菜的那個味道，皮還是很好吃哎，很 Q。我覺得這一間是厲害在它的皮，然後內餡其實都不會到太多，不是很飽滿內餡的款式。但我覺得就是可以各買一個吃吃看，我覺得蠻好吃的。說到市場美食，我本人最愛的就是辣炒年糕，每次來韓國一定要吃。這家 Annie 在南大門其實蠻有名，是不少在地人會推薦的老店。他們就是很經典的那一套辣炒年糕、炸物、血腸、魚板，全部都是韓國街頭小吃的標配，而且菜單也都有標價，又有中文，基本上你用手比一比就可以點餐，完全不用擔心。他們的辣炒年糕選用的是米年糕，口感是那種很 Q、很有嚼勁，不會軟爛的那種。醬料我覺得蠻關鍵的，是甜高過於辣的風格，不是超辣，是那種會越吃越上癮的。他們的炸物是偏傳統派，外皮比較厚，送上來之前會回炸10秒，所以咬下去是很酥脆的那種。因為這一間就是我喜歡的這一種，就是粗年糕，就是米年糕的版本。好，先吃吃看。它的調味比較偏甜，但辣度還是有的。年糕本體還是很好吃，只是它的整個味道是比較偏甜帶辣的感覺，蠻好吃的。一定要來吃一下這個魚板湯的魚板，好好吃哦。韓國這個魚板就是說不會煮到爛掉，還是有那個 Q 度。但因為它就是沒有辣的版本，所以就是吃起來就是有高湯的味道。覺得不夠辣可以沾辣醬。然後再來，我們又點了炸物，炸海苔粉絲卷。我們先吃原味看看。單吃其實就是只有海苔的香氣而已。比較建議的吃法就是大家要就是沾辣炒年糕的辣醬吃，就是韓國人都是这樣吃的，很好吃。饺子內餡其實應該看起來比較沒什麼，應該比較炸皮比較豐富。它就是脆脆的炸皮，因為就是沾上辣醬之後，我就覺得他們這些炸皮沾辣醬都好好吃。南大門市場有一條很特別的巷子，叫做白帶魚胡同，整條都是在賣辣燉白帶魚的店。走進來你會看到很誇張，店家直接在走道上面烤魚，整條街都是那個香味。我們這一次選的是中央食堂，這家算是這邊的人氣王，平日用餐都要排隊，而且是直接排在店門口，就是老闆的後面，老闆會一個一個帶位，很有在地感。他們最招牌的就是辣燉白帶魚，
用的是新鮮的白帶魚下去燉，裡面會加白蘿蔔、洋蔥，再用韓式辣醬去熬，整個醬汁是濃郁到很下飯的那種。另外，老闆也很推薦的是他們的燉魚拼盤，一次可以吃到不同的烤魚，烤魚外皮會有一點焦香，跟燉的完全不同風味。對於愛吃烤魚的朋友，這個套餐你應該會非常喜歡。他們的套餐都會附韓式蒸蛋，因為白帶魚真的是蠻重口味的，配一口蒸蛋會剛剛好，是韓國人很愛的搭配。北太魚肉的部分，其實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細刺哦，吃這個的時候要非常非常小心。魚肉蠻嫩的，而且很有味道，而且還是吃到一點它的烤醬的感觉。那它其實都是很細很細的片，但很小心哦，因為這個真的刺真的蠻多的。就是用它的醬打上飯，它的醬真的蠻辣的，我覺得配飯吃是蠻剛好，但是也蠻鹹的。就是蒸蛋，它的套餐一定都會附上一個韓式的蒸蛋，蒸蛋就是吃起來很正常的味道，我就 OK。他有推薦的吃法就是海苔包飯再包魚肉，然後配上它的醬吃。整體的調味其實很好吃，就是很韓式，配飯會有點飯捲的感覺，sauce跟魚肉就是搭配的很好吃。对，然後它的辣魚湯的底部啊，還有這種，這個燉的好好吃哦，已經燉到很爛很爛。老闆推薦我們的就是必點的另外一個套餐是這樣子，我們完全沒有考量到我們很不擅長，既然點了，我們就慢慢來吃它。它其實會有一點點像我們台灣那種便當店的烤魚的感覺，好好吃哦。它就是家常味了，媽媽的煎白帶魚的感覺。其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恐怖。果然人家就說要來吃韓國的白帶魚，韓國白帶魚都很好吃。它單吃的鹹味就蠻夠了。秋刀魚的肉比較乾，可是這個風味跟在台灣其實差不多。但我的心得是，我覺得1號餐的辣醬的口味是好的，可是我會更喜歡偏，比如說辣燉豬肉或者什麼其他的料理。3號餐的口感其實蠻家常的，其實是在台灣就可以吃得到烤魚的那種感覺。所以如果真的認真要來吃，我覺得可以點1號餐比較韓式道地，在台灣吃不到，然後口味是好，但是會辣。這種料理是非常適合你是很愛啃魚，也很愛吃魚肉，不怕魚刺的人，我覺得你會非常喜歡這個料理。這家是最近在 Naver 上聲量很高的糖餅店，短期之內就擁有4.52的高評分。他們的口味很多，主打一個加料版的糖餅，菜單也有中文，其實點餐蠻簡單，不用太擔心。他們家比較特別的就是現點現做，你可以親眼看到從麵團油炸過後變成的糖餅。另外，店家的餅皮也很特別，是用玉米粉加糯米粉做的，所以吃起來是外酥，裡面又會 QQ 的。他們家最經典的口味就是原味蜂蜜，一咬開裡面會流出甜甜的糖漿，配上外層脆 Q 的外皮，真的會讓人欲罷不能。比較像是一個蜂蜜煎餅的感覺它中間的那個蜂蜜醬算是蠻多的，然後你一口咬下去的那個蜂蜜的味道蠻香的。然後我其實蠻喜歡它的餅有酥酥脆脆，然後有一點那個麵餅的香氣。然後我們剛剛在拍特寫的時候呢，就想說把那個蜂蜜壓出來拍，就發現堅果就流出來了，所以它裡面其實還是有堅果的，多了一個脆脆的口感，比較像松子的味道比較重，堅果沒有到非常多啦，比較多的還是蜂蜜。我覺得這蠻好吃的，我覺得很適合就是在市场裡面，如果你都已經吃了很多個主食的時候，買一個這個當甜點吃，很幸福。就在糖餅店的隔壁這家 Momo Coffee， 當初在做功課的時候，發現他們有一個我很有興趣的咖啡，就是開心果拿鐵 Pistachio Harmony， 就想說一定要買來喝看看。這杯的基底是嚴選的濃黑咖啡，配上將開心果搗碎一起打成的奶蓋，這絕對是一杯極度罪惡的飯後咖啡飲品啦。他把開心果做成上面的奶泡，所以他才提醒我們不要咬，你要一口直接順便喝，它會變成奶蓋，所以前面你會喝到很濃的奶蓋的感覺。有開心果味嗎？因為我剛剛的那一口是覺得它的咖啡的苦味蠻重的，確實是有喝到奶蓋的感覺，沒錯。還是開心果在我那一口裡面，開心果味道很淡耶。很淡嗎？是我的錯覺嗎？沒有，是我那一口可能自己一口很濃。真的嗎？對。
它只會有一口嗎？我第二口完全都沒有哎，因為我剛才想說開心果在哪裡？後面的就是很像咖啡的拿鐵，然後它是苦味比較重的咖啡基底。有興趣的我覺得可以點不同口味，不一定要點這個。我覺得有一點小可惜，我真的喝了2口都沒有覺得開心果的味道。對，但是它的咖啡基底是苦味比較重的，是好喝的。可以，如果有興趣的話，可以來試試看。今天的最後，想跟大家加碼介紹一下仁川機場的貴賓室。還記得我們之前在新加坡的影片有跟大家分享 JCB 信用卡免費使用貴賓室，在仁川機場這邊的多間貴賓室都有提供免費的服務。如果跟我們一樣時間比較寬裕，非常推薦上飛機前來體驗一下。我們這一次來體驗的貴賓室是靠近 Gate 42這間，在這邊看到招牌之後，搭乘手扶梯往上就會看到貴賓室啦。這家貴賓室除了內用環境非常舒適之外，重點絕對是餐點，不管是甜點、輕食沙拉，甚至是可以自己 DIY 韓式拌飯，還有像是炒飯、韓式烤肉、辣炒年糕，選擇可以說是非常多樣，甚至還有韓式炸雞，這肯定是上飛機之前要先吃爆的吧。再來少不了的就是韓國泡麵啦，我幾乎看每桌的韓國人，他們一定都會泡一碗來吃。當然重頭戲少不了的就是酒啦， K-Li 生啤酒喝到飽根本就是太幸福。除了啤酒之外，也有燒酒、瑪格麗、白酒、紅酒，是真的非常豐富。不喝酒的也有碳酸飲料、果汁等等，認真說是真的非常多樣，非常推薦大家上飛機前先來飽足一番，再回台灣，為整趟旅程畫下完美的句點哦。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，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、按讚並且開小鈴鐺，我會持續分享國內外好玩好拍的景點以及好吃的美食哦。也可以追蹤我的 IG 看更多美食旅遊的分享，我們下集見，拜拜。